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库拉索的数字游民项目。库拉索是位于加勒比海南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岛屿。该岛原为荷属安德烈斯群岛的一部分。2010年10月10日后改制为荷兰王国的构成国。库拉索岛面积444平方千米，大概就是香港的一半，是荷属安德烈斯中的最大岛屿，人口大约为13万左右。如果说你偏爱岛屿生活，那么库拉索值得你考虑，因为库拉索岛的日平均气温是28度，日平均水温是27度，所以说特别适合潜水爱好者去旅行。库拉索的数字游牧签证允许远程工作者在岛上生活6个月，并可以选择再续签6个月。同样重要的是，最要注意，在岛上生活1年，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居住在那边永久居住权。你也不属于纳税居民，所以你的收入不会欠当地地方税。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荷兰岛屿，据说是欧洲文化和休闲的热带生活的混合体，对于渴望旅行的数字游牧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申请过程和要求也是相当的容易和宽松，这也使得当地是成为为数不多的地方可以提供大量的数字游牧民签证给远程工作者。我现在打开的网站呢是库拉索的一个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然后我现在把网页给翻译一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话，它这边专门有一个远程工作人员，这个就是数字游牧民，旁边还有冬眠者和投资者。这边单独有一个网页是专门给数字游民介绍的。如果说你是荷兰或者美国公民身份的远程工作者，那么你申请就很简单，你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申请司法声明。说白了，其实只要你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犯罪分子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不是荷兰或美国公民，你还想在库拉索生活和工作的话，那么其实条件也是非常简单，只要在这里查看条件并注册就可以了。我们再把网页往下拉，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话题，这边就有访问我们的常见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考虑到有些时候翻译不太准确，我这次选择了双语对照翻译。那么我们需要看到这一条，库拉索岛欢迎所有国籍的游客，因此符合所有要求的个人有资格作为远程工作者获得临时居留许可。首先我们看一下谁有资格申请库拉索的这个远程工作者项目吧。第一个呢，它有3个目标群体。第一个呢是远程工作人员、数字游牧民，第二个呢是冬眠的人，第三个呢是投资者。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的话我们不看了啊。首先的话就是看远程工作者嘛，远程工作的话，它定义就是在家中和其他目的地之间分配时间的工作者啊。说实话，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定义啊。数字游牧民的话，说白了，大家都很明白啊，就是一个可以用电脑来完成工作的人啊，不需要说你非要在这个公司里面干活，对吧？你可以在家里工作，这个没问题。比如说搞设计啊、做代码的人很正常。那么你需要证明的就是您符合以下3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这个也是跟其他的一些数字游牧民签证差不多啊。您为国外注册的雇主工作啊，就是你给中国的公司工作，或者说给香港公司工作。那么还有就是您为国外注册公司的公司开展业务活动，您是该公司的合伙人或股东啊。这个的话说明就是你自己呢可能是为自己工作，但是呢各公司注册在国外啊，也是离岸的公司，对吧？还有就是你是自由职业者啊，然后呢你提供自由职业的服务或咨询服务，那么其常设机构在外国并且与你有合同，反正就是你呢是自由职业者，但是你这个提供服务给对象是给香港或者说给中国或者说给日本，但是你跟库拉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不从库拉索赚取任何钱，那么就 OK 了。那么下面2个就不看了。好，我可以通过申请其中一个许可证，远程工作者成为居民吗？就是居民的话，它是这种处于这种类似于居民条件的居留卡或者说永久居民之类的啊。作为远程工作人员，那么可以短期停留6个月啊，我可以再续期6个月，大概就是最多1年。如果超过1年的话，你就被称为税务居民了。那么如果说你在1年之内的话，那你可以免税。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我的计划申请流程啊？这个很简单啊，其实它是允许荷兰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进行申请，包括在这个网站里面它有专门提交表格的地方包括如果说你现在在国外没在库拉索的话，那你必须要提交申请。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库拉索的话，作为一个游客啊，如果说你现在还在一个合法逗留期间，也就是在90天内的合法逗留期间，你也可以在岛上申请。
关于费用是多少，如何处理付款？首先我们看费用啊，费用的话，它对于这些远程工作人员和数字游牧民来说的话，这个费用啊是535当地货币，那么折合成美金的话是294美金。那么关于如何付款的话，首先的话，你的付款是要提前进行的，你要先付款，然后再提交申请。你付款的费用啊，在这里啊，必须转账啊，通过国际转账、电汇转账，那么通过 SWIFT 的转账啊，代码在这里啊，然后它这边的话，我为了方便点，这边是有这个标志啊，那么账号号码啊，包括这个 SWIFT 号码啊，然后你付款完毕之后呢，你要上传这个转账时获得的付款凭证啊。那么转账的姓名的话，必须跟你护照上的姓名是一模一样的，200多块钱，294美金嘛，相当于人民币是大概2000左右。处理申请需时2个星期。那么如果说你是家庭的话你每个人申请人呢都必须要以电子方式提交自己申请，家庭呢也是可以申请的，然后呢也没有家庭捆绑费，就是说你申请了之后呢，添加一个人他要增加钱，它没有这样的现象家庭成员的话，就是在你主申请人下面的申请，你申请就行了。在库拉索停留期间允许做什么做外国人不允许参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不允许远程工作人员、数字游牧民工作或受雇于本地公司雇主，反正你就不能在当地工作。那么如果一个外国人想在这里永久定居，他必须提交一份临时居留许可证的定期申请，同时提交一份工作许可证申请，并满足所有要求。说白了就是说，如果说呢你数字游牧民到当地了，然后如果说你找到工作的话然后你也申请了这个临时居留证那么满足要求的话，我估计也是可以的，申请永久居民。毕竟那个岛的话是只有香港的一半，但是香港有700万人口，那么一半的话350万人口是吧？它那个只有10多万人口嘛，所以说人口数量还是很少的。那关于这个数字游牧民能做什么业务的，其实就是本身你能做的事情嘛，就是你申请的资格的一些事情。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远程工作人员能不能雇佣当地人？我不去给别人打工，但是能不能别人让给我打工？这个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的。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当老板的，你可以在当地租或买一辆车或买房子雇佣当地服务供应商，并购买或租用您在库拉索岛期间所需的任何产品和服务，你花钱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在那边如果赚钱的话就有问题，但是你赚取海外收入是没问题的。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必须在抵达时出示往返机票才能进入库拉索岛吗？是的，如果你有单程票你就不能进去，一旦批准你必须出示与您的住宿相等的返程票，单返程票将在您成功完成任何一个类别的申请后以电子形式发给送给你。关于这个返程票问题，我觉得可以用虚拟机票来完成这个方案那么我在视频简介下方是有之前做过视频的，包括住宿也是有方案的这个的问题好解决。我可以进入这个岛屿吗？有些的话你进去之后你必须在那边待好几个月才能出来，是不是？或者说你第二次进去的话可能要申请一个许可证，它这个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完全可以自由进出的，就是说是不需要额外申请一个再入岛许可关于缴纳库拉索所得税的问题，这边明明写着的就你不需要交这个库拉索的所得税。关于住宿预订的话，这边虽然说有个网址推荐给你，但是你可以看我视频下方我曾经介绍过如何预订一个可以免费退款的酒店有个 trip.com 可以看一下那个说明怎么去寻找那些酒店和住宿，这样的话方便省钱，方便修改。这里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关于医疗和保险的问题。那么这边的话是要求提供保险的这个保险的话，毕竟你生活这么长时间了嘛，生活1年了嘛。那么如果申请保险的话，我觉得可以用那个数字游牧民保险专门有一款保险是给数字游民推荐的，也在我视频下方可以看到。好了，到申请过程了。如果说假使你现在已经付款给成功了通过国际电汇转账给他们的政府部门了，那么现在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填写申请表了。那么申请表的话，这个页面很容易找到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首先一点，这个表格第一个地方是逗留目的，我们这边的话不要选择冬眠者，选择这个远程工作人员，很简单。然后下面填写一些个人资料、基本资料，这些的话你在你的护照上都能找到。但是这边有一个库拉索岛的居住地址，那么你首先的话填写这个酒店地址为重要。那么这边有个说明有关逗留的详细信息，就是说呢，你现在在申请这个数字游牧民签证呢，你没有说作为你这个居留许可不是说当成一个永久居民来说了。那么还有他就问你是不是在库拉朵上了你如果是的话，不是的话就行。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增加一个动机性，但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条件，他打星号的是必填项，这个不是必填项，但是如果说你写的话那会更好。关于
犯罪声明的话，他这边的话没有要求你提供犯罪记录啊、无犯罪记录之类的，他这边只要求你声明一下就行了啊，没有说要你提供格外的证明，也不需要什么公证，你只要自己声明就行了。手续文件也是很宽松的啊，没有提供让你提供什么最低收入证明啊，那你最重要的就是把缴费用啊交了290多块美金啊，然后把那个收据放在这里来，然后添加护照复印件。如果说你这个活动啊是找别人帮你提交申请的，那么要有授权书。那么下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的声明和雇主的声明，就是说你一个工作证明啊，或者说就是你雇主是允许你在库拉索岛开展数字游牧民活动，那么要提交上去。那么如果还有是家庭关系啊，包括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啊、带家人的话，那么也可以提交上去。下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打勾，然后呢是否未成年人，然后出示签名、申报日期、地点，然后就提交就可以了，完全很简单，不需要任何的收入要求提供证明，也不需要银行证明。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库拉索岛呢，给大家讲到这里。毕竟的话，库拉索岛也是作为一个荷兰王国的构成国啊，因为应该来说的话，这个地方不会很差的。